小心！我和老婆林诗音在我们决定离婚的那天，图影永在。可他的心里只有曾经爱而不得的裴月，他有忘不掉的裴月，而我也有爱错人的遗憾。再次重演，我们回到了10年前，只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我们都重生了。我和林书月10年的婚姻，从一开始的年少情深，变成了现在的相看两厌。我为他放弃事业，为他操持家务，他却嫌弃我不能给他一个幸福优裕的未来。不是，陈之宇，我每天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你拿这东西给我吃啊？书月，陈之宇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，重活一辈子，我一定比上一世更幸福。如你所愿，今日往后，我们分道扬镳，再不相见。哼。林书月，少年时我为你放弃一切。恭迎陈总、总裁夫人。老公，你都已经是江州首富了，就别那么辛苦了。你看你累的，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当然要提前盯现场。对了，你不是约了造型师吗？你赶快去。那我走了。这份价值1亿8千万的玻璃种带翠手镯，我已经替您拍下来了。这个玉镯是清河母亲的遗物，早年间流逝之后一直没有消息。今天她生日，她收到这个一定很开心。靠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我身价100万，跻身上流圈层。陈之宇，我会让你知道，没了你这个累赘，我现在有多成。我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和陈之宇是一个班的吧？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我上次在路边见过他一次，看他穿的寒酸，还灰头土脸的，我估计呀是混得不怎么样。陈之宇，你就不能一边上班赚钱，一边在家里干家务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好意思靠我养着？是你让我辞职回家陪你的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辞掉我的工作，活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是书月的前对象，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话，还是尽量帮一下。还是郑学有度量，那程之宇就是个混子，幸好书月你当初跟他分手了，不然现在还指不定被他拖累成什么样呢。陈之宇，陈之宇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？穿得这么穷酸，怎么进来的？林书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句话该我问你吧。书月现在可是江城最有力的股市黑马，预测10次能对9次，江城各大集团都抢着和他见一面的。我听说好像还有人出50万的天价买书月的一次预测。看来书月这次拿下江氏集团的投资是板上钉钉了。没有我，陈之宇果然活得比上一世还要落魄。没想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自甘堕落，毫无建树。陈之宇这个废物，肯定是想靠旧情来纠缠林书月。书月，你别这么说，宇哥这身衣服应该是最好的了吧？不过这身打扮确实有点寒酸了，应该还没讨到媳妇儿吧？要不然我和书月帮你介绍介绍。城东有个瞎了眼的脑瘫，说不定能看上你。不用了，自己留着吧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本来以为
你好歹是重活一世的，也不会比我差太多。但没有想到，你离开了我，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。说完了吗？这里呢，是20万的支票，看在我们以前数十年的夫妻情分上，这钱你就拿去改善改善生活吧，起码人前可以体面一点。林书月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上一世就是一个靠我养活的草包，这一世不会再帮你，这钱你就拿着吧，就当是我对你仁至义尽。陈之宇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20万的支票，你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上一世和林书月结婚后，因为他要的陪伴，我放弃了已经试试过瘾的创业项目，选择回家照顾我。晚上我又趁着他休息，匿名帮他的公司做竞标策划，帮他拿到了最有前景的项目，却也深深熬坏了身体。我一直想和他有个孩子，可是他从不准我碰他，我以为是他还没做好准备。直到那天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醒酒汤呢？阿迅结婚了，还成了身价千万的企业家。如果不是我当初没有钱出轨，如果不是你非要成天跟我妈凑营养费，如果不是当初我和阿迅分手没得选，根本就不会和你结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后悔了，陈之宇，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你为什么要娶我呀？你毁了我的一生，你知不知道？林书月，我们离婚吧。享受了我10年的付出，却够我拖累了他们。我们婚姻的尽头，除了一地的鸡毛蒜皮，只剩下一句后悔。不好意思，这点钱看不上。夫人，这是您在酒店预订的罗曼尼康帝。这是知宇最喜欢的一款红酒，你拿去1楼给我老公。是。陈之宇，你差不多得了吧？对了，你可能都没有见过支票吧？那这样，晚点呢，我让人把这钱打在你的卡里。还有些话吧，是不想在人前说的。你来到这儿，不就是看我现在有钱了，想来找我占点便宜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想要你的钱？怎么，还嫌不够啊？好啊，那我就再给你加点儿。林书月，你现在能靠前世的记忆赚钱，可你别忘了，今天是我们上一世的死期。算了，我今天来这里，可不是为了和你这种人多费口舌的。今天可是首富夫人的生日宴，我特地找来了南海珍珠打造的项链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。我一定可以拿到首富的投资，到时候我和你更是云泥之别。书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现在首富可是江城的经济龙头，要是拿到首富的投资，那就是新的巨头啊！书月，
你以后要是发达了，可不能忘了我们啊！看来以后我们在江城还得仰仗书月提携了。某个癞蛤蟆没吃上天鹅肉，现在看书月赚钱了，就追到宴会厅死缠烂打。哎，宇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宇哥，你跟舒月也分开10多年了，舒月和我现在有年薪1000万的小成就，你呢？在做什么？他还能做什么？我经常在首富旗下的宇盛集团门口看见他。原来是保安啊，怎么没站到门口啊？保安啊，首富夫人还真是心善呢，连保安都能参加宴会了。哟，原来你现在就只是一个破保安啊！你一个月还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呢，还看不起我这20万的支票？随便你们怎么想。怪不得刚才和舒月拉拉扯扯，原来是觉得20万太少，想求复合，借身上位啊！阿雪，你放心，我爱的只有你。你们的想象力真是复杂。于哥，这卡里有50万，是我跟舒月1个月的零花钱，差不多顶你10几年的工资了。我理解你家里比较困难，所以厚着脸过来找舒月，这点钱你拿了就走吧。我说了，不需要。宇哥，50万你还嫌少啊？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再添10万，就当做是你结婚的彩礼。阿寻说的对，你没有必要再一直痴心妄想的等着我，毕竟我已经有阿寻啊，你当然再找不到我这么好的女人了。你就算是随便再找一个乡野村妇，也比一直你打着光棍强吧？不用了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怎么了？我结婚了，不就正好能不纠缠你？这不正如你所愿吗？陈之宇，你竟然为了气我，编造出你结婚了的谎话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幼稚？宇哥，就算你找不到人结婚，没了面子，也没必要编个谎话骗我们吧？我说了实话，你们又不信，那我也没什么话可说。陈之宇啊，你差不多得了。从前要不是阿寻出国，你又一直苦苦追求我，我怎么可能会下嫁给你？你就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我疼你，林书月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恋？我有老婆，她比你漂亮，也比你优秀100倍。你凭什么认为我能看得上你这种自私自利又自作多情的女人？陈之宇，宇哥，原来你真的结婚了？你是保安，那你老婆一定门当户对，对吧？她是谁啊？许清河。宇哥，你做梦还没醒呢。许清河可是首富夫人，你说她是你老婆，难不成你是首富啊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想冒充首富？我还说我是首富他爹呢。打了几10年光棍，还混成保安，嫌丢人还想撑面子，看来是吹牛吹大。陈之宇，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保安就算了，你现在居然还为了面子冒充自己是首富，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？那首富夫人是你能妄想的吗？首富夫人为其先生特送顶级红酒1瓶，这可是罗曼尼康帝，价值100万1瓶，而且只有江城最顶级的名流才有购买名额。刚才他说这是首富夫人送给他先生的，莫非他陈之瑜真是江城首富？给我吧。哼，宇哥，这是送给首富的，你快赶紧放下，否则首富夫人怪罪下来，你这好不容易得到的保安位置就保不住了。陈之宇，你够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要是惹怒了首富夫人，你这辈子都永无翻身之日了。宇哥，你快放那儿吧！放开！宇哥，宇哥，
你怎么这么虚伪啊？为了面子，把酒都打碎了。收起你这点小伎俩，酒的事我记下了。陈之宇，这明明是你犯的错，凭什么让阿寻来替你承担？我犯下的错，这酒是我一个人打碎的吗？那阿寻也是为了好心帮你啊，要不是你非要打开这杯天价的红酒，他至于和你抢吗？陈之宇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啊？你还等着我来给你擦屁股吗？哼！哎，宇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你将就擦擦。怎么打人的？夫人，这是寻月控股的林总送给您的南海珍珠项链，品质是不错，可惜公司不怎么样。他好像是知宇的大学同学吧？也好，回头我跟知宇说一声，把投资给他吧。没想到造型做得这么快，我先去找知宇。待会儿生日宴开始，你把合同送下去，让知宇亲自签字。是。陈之宇，你竟然敢打阿寻，我命令你立刻给他道歉。今天是清河的生日宴，我本来不想搞得这么僵，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搅这场宴会，这场生日宴不欢迎你们，都给我滚！你算哪根葱？看在以往的交情上，我们才和你说两句话，你真以为你配站在这里？就是，我们可是来给首富夫人过生日的，该滚的也是你这个臭保安。那我就找人把你们丢出去。保安，陈之宇，你毁了这瓶红酒，还打了阿寻，你现在还想走？我命令你立刻跪下给阿寻道歉！我凭什么敢道歉？他不配！让开！舒月，你在首富夫人的宴会上打人？这个蠢货要是惹怒首富，可别连累我呀！林总，你托我的事都办妥了，夫人答应和首富提议，把投资都给你了。听到了吗，陈之宇？我离开了你，马上就拿到了首富的投资，而你呢？你只能像一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望我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一想到我以前和你做了10年的夫妻，你还妄想让我给你生孩子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医生，我老婆她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已经稳定，你们不想生孩子就做好避孕措施。你老婆身体不好，人流太危险了。什么？人流？是啊，你老婆人流手术才造成的意外大出血。你为什么要打掉我的孩子？我就是觉得你恶心，我生下你的孩子，带着你的血脉，也只会自卑一辈子。幸亏我是没有和你生下孩子，和你这样的垃圾生下来的孩子，也只会是垃圾。我要生啊，也只会和阿寻生。只有像他这样的男人，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。宇哥，原来你还有这种妄想，想跟舒月生孩子，你自己的德行，你配吗？
你果然是想来这里纠缠我，找我复合的。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打听到我喜欢玉镯的喜好的。这就是你用来讨好我的礼物吧？我警告你，把它给我。这玉镯的种水，难道是前不久拍卖会上那个1亿8千万的玻璃种带翠玉镯？陈志宇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不会是假货吧？还给我！陈志宇，你想来找我复合，竟然还拿一个假货来糊弄我！那个是我给清河的礼物，你不配。你费尽心思闯进宴会，原来是为了巴结首富夫人。哼，陈志宇，你拿个假货来忽悠我就算了，竟然还妄想用它来巴结首富夫人，你就老老实实当年的保安不好吗？你就整天整你这些歪门邪道的，连我都看不上你，首富夫人怎么可能用正眼看你一眼？就是，别一送上去就被丢出去了。这假货看着倒还挺真的，看在我们过往的情分上，我就帮你刷了它吧，也免得你惹怒了首富夫人。李书月，你敢！夫人，不知道陈总去哪了，要不您先打个电话问问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这可是在帮你啊！要不然你拿着这个假货忽悠首富夫人，你就准备吃不了兜着走吧！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好啊，你不领情是吧？你来这里不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吗？我等着！来啊，吃啊！我让你吃！吃啊！吃完了就他妈赶紧给我滚！陈志宇，没想到你还真有老婆呀！喂，老公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就是陈志宇的老婆吧？你是谁？你既然能嫁给陈志宇这种保安，想来也是一个乡野村妇。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啊！我，乡下村妇。李书月，把我的蛇精给我！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老公啊，在那儿当狗，在地上趴着找东西吃呢。快带我去宴会厅！这就没电了。这就没电了，还没有让你老婆看到你的蠢样呢。于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没事的，阿寻，就他这手气啊，估计也就几百块。不行，宇哥现在这么困难，必须赔他一个新的。服务员，都换成硬币，我要亲自赔给他。来，大家一起帮忙，用力给。宇哥，你可别生气啊，这都是赔给你的。陈之宇，我们这可都是在帮你砸钱的讨好首富夫人的白日梦。像你这种人啊，只配待在阴沟里。我早就是你遥不可及的存在了，你就早点认清现实吧。住手！
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人谁啊？哎，看他的气质和打扮不俗，难不成是某个权贵名流家的小姐？你究竟是谁？许清河。许清河？你就是江城首富夫人许清河？她叫陈之宇老公，她真的是江城首富啊！是谁敢打伤我老公？不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是他，都是他做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你要找就找他的麻烦。舒月，咱们都没有见过首富和首富夫人，万一他们真的是……本来想看在知宇的份上把投资给你，现在看来你根本不配。清河，你没事吧？林舒月，你干什么？陈之宇，这个女人是你特地找来演戏的吧？演戏？当然，你为了面子冒充首富，又为了圆谎，特地找这个女人来陪你演戏的。你这个谎撒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！原来是假的呀，差点被他给糊弄过去了。果然啊，穷酸说的话不能信。谁和你们说我们是演的？倒是你们在我生日宴上闹事，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你这个乡野村妇，轮得到你来说话吗？舒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看她的气质不像常人，万一真的是首富夫人呢？不可能！陈之宇，你居然给这个演员买奢侈品假货穿，就为了让我高看你一眼，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！清河不是演员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只会娶我一个人的吗？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给舒月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们……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而且我的老婆只能是你。我是瞎了眼爱过你，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怎么，只允许你嫁给郑寻，不允许我娶别人吗？是，我是嫁给了郑寻，那是因为只有像阿寻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，不像你，之前和我在一起过，现在就找了这样一个货色当老婆呀。正因为你这样的人，我才更加珍惜清河。林小姐，我和知宇的感情不需要你来评价。你这个贱人，轮得到你来指责我吗？我和你啊，才分开10年而已，你就和别的女人结婚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真的背叛我的话，我就再也不会考虑你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爱你爱到无法自拔了？以为我会为你守身如玉一辈子？林舒月，你有点太自作多情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很幸福。你发什么疯？没事吧？你是乡下来的吧？就你这样的乡下女人，我太清楚你们想要什么了。不就是想找个城里的男人结婚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他陈之宇不过就是一个保安而已，满足不了你的需求。我和知宇的感情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他给了你多少钱呢？是几千块，还是几百块啊？舒月，你就别戳他心窝子了，这一只鸡，一只鸭，哎，不就成了？就是娶一个村妇哪用得着钱啊1亿？什么？知宇给我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，
不要自己过得不如意，却觉得我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这堆垃圾，到底是谁过得不如意？够了，这次我就饶了你，以后别再来纠缠之语。哎，你这话就说错了，是他跑来宴会厅纠缠舒月的。是啊，陈之宇上辈子就是一个趴在我身上吸血的臭虫，这辈子你又跑来宴会厅纠缠，真没想到你是这辈子。我对你的付出还不够多吗？是，你后悔了，我也更后悔当初选择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后悔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后悔？只有我不给你的份儿。好啊，你们倒是郎情妾意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他和你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刺激我而已。有我在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爱你。他如果真的爱你的话，怎么会妄想首富夫人呢？他没有妄想，因为他就是江城首富。行了，你们就醒醒吧，还说没有在妄想呢。就算你们再怎么妄想，他一个破保安也成不了首富，你一个乡野村妇也成不了首富夫人。舒月，你把人家首富梦都戳破了，一觉醒来还变成了保安，怕是要不活了吧？哎呀，像他这种人，我最了解了。人家首富夫人就算是瞎了眼，也不会看上这只会依靠女人的废物。也是，他要真是首富，看起来怎么会这么穷酸？没想到，原来你那么虚荣，3000块钱的工资全拿来请演员陪你演戏了。你搞清楚一点，我老公是江城最优秀的男人，他不是首富，也不会有我这个首富夫人。在座的各位跟他比起来，连废物都不如。星河，不要跟他们浪费口舌。还不承认吗？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阿寻，你就是太上扬了。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领情。陈之宇，你确定你还要再装下去？我再说一次，生日宴不欢迎你们。保安呢？把他们赶出去！我警告你，我可是刚拿到了首富的投资，你们确定要为了这2个穷酸货把我们给赶出去吗？醒醒吧，陈之宇！你们既然有胆子冒充首富，就要做好被惩罚的准备。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，都要给我留在这，不要你们等首富来亲自给他们道歉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再陪着陈之宇演戏了，首富的怒火可不是谁都能够承受。这句话该我劝你吧？是你一直咄咄逼人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给我们一个解释吧。还在演戏，我上了你！让开！舒月，这条项链不是你送给沈夫人的吗？这项链是你从哪偷来的？偷？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？这项链是舒月送给首富夫人的，夫人这才答应把头子给他的，怎么会在许清河身上？南海珍珠在江城只有1条，是你送给首富夫人的？难道她真是首富夫人？今晚首富夫人要戴的是首富特地定制的一套玻璃种带翠玉石，所以这项链一定是你们偷的。今天是我夫人的生日宴，她想戴什么就戴什么。这条项链是我和舒月花费所有积蓄才求来的，就算你对我们有怨气，也不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吧。哦，我说你今天为什么出现在这儿？原来是为了偷走我的项链，毁了我的投资。陈之宇，你自己的人生已经毁了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毁掉我的未来啊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！不管有没有这条项链，你林书月都不可能得到投资，还是省点力气吧。好啊，你诅咒我，还敢偷我的项链，你还给我！
清河，清河，清河，清河！哎，这女人有病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她不会要讹人吧？清河有心脏病，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治疗。清河，哟，刚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就突然犯上心脏病了，演给谁看？就是，陈之宇，你讹人也得分情况嘛。我们都没动呢。哎呦，我有心脏病。现在没有时间跟你扯，放我走！陈清河现在心脏病还没有复发，赶快送他走！让你走？你缴获了我的投资，搅乱了首富夫人的生日宴，我把你给放走，我拿什么给首富夫人交代？他怎么了？清河，我都说了他有心脏病，能不能马上送他去医院？他演戏演的还挺像的，你忘了之前他是怎么撒谎的？哎呀，志勋，演的还挺真啊啊！是啊，我不就是拿回我自己的项链吗？他倒在这儿演上心脏病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演的再像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这是一条人命，今天如果不放他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把首富惹得死死的，该后悔的是你们吧？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我大呼小叫。你们看他这样子，还真把自己当首富了。哟，你就这么入戏啊？演的自己都信了？之宇，好痛！林书月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先让我把他送去医院。至于我的身份，你可以去羽生剧团查呀。等等，干什么？我现在要救人。你冒充首富来骗钱的吧？说不定已经骗到手了，准备跑路了。万一把你放走了，这首富跟夫人怪罪，怎么办？也是，今天这场宴会，名义上是生日宴，实际上也是一场招商会。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骗到人了？这陈之宇冒充首富的称号来敛财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说了，你们可以去查。首富不喜欢上新闻，也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公司没几人见过。我们上哪去查？你不就是仗着这样故意这么说的吗？郑轩，你够了！陈之宇，我没有想到你连这点都算计好，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啊？清河，都怪我把你牵连进去，你才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之宇，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应该共患难。1分钟后，生日宴会就要开始了，大屏上就会放首富和首富夫人的照片，到时候看到照片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他怎么知道生日宴的安排？这么自信，不会真有什么来头吧？就1分钟而已，我怎么会拿清河的生命开玩笑？好啊，那我就给你1分钟。如果1分钟后如果1分钟之后大屏幕没有画面的话，那我就亲自替首富开刀。怎么会这样？张经理，夫人生日宴大屏的电路烧了。什么？赶紧找人去修啊！好，这林总现在拿投资，还真是一飞冲天了。不行，
我得亲自去定。陈之宇，你果然是在骗人！你竟然为了圆谎，公然损害这里的大平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卑鄙？把他给我押好！林书月，你要干什么？林书月，不要伤害他！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先顾好你自己吧！啊！别碰他！你不仅偷走了我的项链，还伙同陈之宇在这里搞诈骗，到头来啊，还不是落得一场空，说不定还要坐一辈子的牢呢！不想死就放开我们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没演够呢。这女人的身材和样貌还真是不错呀。被陈之宇玩过的女人你也看得上，不怕染上什么丧病？林书月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地步？萧，你在乎他呀？那我偏偏要毁了他！不要！林书月，你冷静点，不要冲动。各位，这个女人她不仅偷了我的项链，而且还伙同陈之宇一起假扮首富夫妇，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们说该不该罚？该罚，该罚！好啊，那我今天呢，就当着大家的面剪碎她的衣服，让她被千夫所指，万夫所窃。你先停手好不好？不要伤害清河，就当是我教唆他的，可以吗？他是无辜的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别急啊，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？我们啊，只是替首富和夫人讨回公道，明白了吗？啊？还是书月懂得给我们发福利。我得录下来，到时候让大家们都看看。雨天，你先听我说，你不是想要我们去给首富赔罪吗？好，但你能不能先把首富的身份问清楚？就当是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清河，可以吗？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林书月这辈子都不会再做任何让我后悔的事。你不要伤害他，我求你了。我们要做什么，你才能放过我们？事到如今，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吗？现在啊，你们两个的生死都在我的手上，你应该求我，而不是威胁。活该！谁让你们胆大包天的冒充首富了？现在就是你们应有的下场。就是，明明书月才是受害者。好，只要你放过他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好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就可以考虑放过他。怎么，还没有考虑好啊？我倒是能和你耗得起，但你的老婆她耗得起。日语，不要跪，不要。好，我跪。书月，让他跪下而已，对他一个保安来说也太轻松。你还想怎么样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假冒首富的事情，所以我要你挨个跪下。同意的话，从我开始。日语，不要跪，我没事的，不要跪。好，我跪。陈之宇这么骄傲的人，居然真的为了这个女人下跪道歉，你究竟有多爱她？
你不是给夫人贴身服务的吗？这宴会都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闲逛？张经理，我一直没有等到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夫人不是早就进大厅了吗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多叫几个人陪我去宴会厅。你以为就这么轻松吗？言而无信！你惹怒了首富和夫人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和一个死人讲什么信誉啊？啊！舒月，姐，妈的病有眉目了，可你说呀？医生说这个病现在只有首富旗下的医院才能做手术，如果走预约，妈等不了那么久。你不是能见到首富吗？你去求求他，救救咱妈！你放心，我已经拿到首富的投资了。等会儿我跟他开口说，他肯定会给我一个医院的用药名额。太好了，姐，一定要快，妈的病已经在恶化了。你让我跪也跪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他？舒月，就当是我求你了，他的病不能再拖了。还有3分钟，首富就会和首富夫人一起带着投资合同到场。届时呢，首富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签订合同，并且首肯我成为他在江城的代言人。陈之宇，你现在一定很后悔吧？后悔？我现在只后悔当初没有找人把你扔出去。陈之宇，你到现在还在嘴硬是吧？要是你早点拿着那20万走，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哼，舒月，你年薪1000万，他肯定不甘心啊。宇哥，你太贪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你们是不能见到首富夫人的真容了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丢出去，免得脏了首富和首富夫人的眼。住手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陈总，快把清河送去医院。舒月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现在这样，陈志宇不会放过我姑娘。哎，你不是他亲对象吗？你怎么不知道他身份呢？舒月，居然真的是他们，真的是他们的照片，和他穿的这么寒酸。陈志宇，这一定又是你为了圆谎，所以特意搞的把戏是吧？这一定是骗我的，你这肯定是骗我的！闭嘴！谁给你胆子，敢顶撞陈总？张经理，他根本就不是首富，他就是个骗子！哼，江城首富，难道我还能认错啊？陈总，这是您跟巡月的控股投资合同。投资作废。哼，把他们所有人的公司全部封杀，把他们所有人的公司全部封杀。陈总，这和我们没关系啊！对，都是他们指使我的。啊，陈总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就算你给我10个蛋，我也不敢了。你既然是首富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身份，我告诉过你，可你信过吗？陈总，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这一巴掌打你自以为是，这一巴掌打你欺辱清河。
几百万一瓶的红酒，还有1亿8千万的手镯，待会儿就发给你。我要你一分不少的全部赔给我。还有，不要再让我从你嘴巴里听到上一世这3个字。我想到我和你在一起过，我就恶心。舒月，这我们怎么能还得起啊？陈总，你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们之间的情分早就没有了。志远，我和你可是大学同学，你冤有头债有主，别牵连我呀。陈总，我们是来给您夫人过生日的，也是诚心想跟你合作的，您放过我们好不好？别急，你们刚才做的事和说的话都忘了吗？你们刚才那副嘴脸呢？对不起，陈总，我求你原谅我。舒月，你不是陈总前女友吗？你帮我求求情啊！陈总，就算你是首富，你也不能这么欺辱我们吧？那刚才是谁仗着身份欺辱我和清河的？你们说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一件一件讨回来。给我跪下磕头！我说跪下磕头！还有你们，我限你们1天之内滚出江城！啊！我们走。你怎么不早点查清陈之瑜的身份？事到如今，以后我们还怎么在江城混啊？我怎么能知道陈之宇是首富啊？就连我也只能靠着玉石古尸赚钱，看陈之宇为什么过得比我好？这重要吗？想解决办法啊！我能想什么办法呀？他可是首富。志宇，你不生气吗？难得看你今天这么高兴，扫地而已，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蠢货不会是看陈之宇发达了，现在舍不得吧？不行，他人傻钱多，公司还值得钱，我还不能放弃。舒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陪你度过这个坎。姐，妈的病情恶化了，你快来医院吧。什么？星河，都怪我没好好听你的话，我要是在休息室里休息，就不会连累你被罚了。不怪你，你也只是想把我生日宴办好一点吧。可现在生日宴全被他们毁了。没事的，我以后还有很多生日可以过，我们一起过。星河，你放心，这家医院是整个江城最好的医院，他们在心脏领域很有建树的，我每年也给他们投不少钱。他们最近已经有了新的结果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而且我还按照你的意思，让他们对外开放了手术名额，我还帮你留了一个。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你病会复发了。啊，姐，怎么样？首富答应给你名额了吗？姐，你说话呀！妈还躺在里面，昏迷不醒呢。姐夫，我们没拿到。没拿到？怎么会没拿到呢？你不是说首富答应给你投资，一定会拿到一个名额吗？你去求求首富呀！你去求求首富啊！你那么优秀，他肯定会帮你的。求不了。姐，难道你要看着妈眼睁睁去死吗？姐夫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舒雨，别想太多了，我们肯定还能想到别的办法的。姐，你一定要救救妈！只要妈有那个名额，妈一定能醒过来。啊！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
情况正在恶化，在江城，只有我们院长这样级别的医生才有能力手术。没事，你尽管请，我们有的是钱，只要能给我们做手术就行。这种层次的医生都是和宇盛集团直接挂钩的，虽然对外开放挂号名额那也有限。就在刚才，第一批名额已经全部排满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如果其他人愿意放弃的话，那你母亲就能替补上。306病房，淑玉，你就留在这里，看着妈。我跟你姐夫一定把属于妈的名额给拿回来。你是谁？你就是306病房的家属。夫人正在休息，闲杂人等不得打扰。夫人，那这么说，这里面的人就是你的老婆了？我看你这穿的也不怎么样啊。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卡号告诉我，我给你100万，就当买走你老婆的手术名额了，怎么样？淑月，一个名额100万，未免也太贵了吧？不多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只要你愿意主动让出手术名额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这100万转给你。你呢，就拿着这笔钱，带着你老婆，在最后的日子里面去潇洒潇洒。你有病！你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江城赫赫有名的股市黑马，只要我开口，我不要钱，都能把你的手术名额给抢走。请你保持安静，夫人需要静养。你识相点就早点让出你的手术名额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心情好，还能给你钱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人财两空，你人财两空。外面不知道在吵什么，我先去看看。好啊，你还想要加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得了这种病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你老婆现在也只不过是拿到了这个手术名额，所以她的命才值钱，不然就她这条人命，100块都不值。陈总，陈总，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？陈总，淑月，万一一会儿他又欺负我们怎么办？要不我们还是走啊？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我妈怎么办呀？我一定要把这个名额给她拿回来。陈之宇，我知道你身份显赫，也知道你对我心有怨恨，但你语气都往我身上撒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，影响了我妈的心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刚没听错吧？分明不是你们两个人在病房外面闹事，想抢人家名额，怎么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反而给我套了一个弑母的大帽子？陈总，你是这家医院的老板，能不能给我妈一个？不行。那我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和这间病房里面的病人聊一聊？不行。我们找你要多的名额，你不愿意；我自己要花钱买，你也不乐意。这就是在针对我。就是针对你。敢有意见吗？陈志宇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在气我在宴会厅里对你做的那些所作所为吗？所以你知道我妈生病，会把这个多的名额随便给别人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抢了我妈的名额。怎么会是许星河？林书月，是我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陈之宇，你竟然把这个名额给了许清河！我老婆生病，我带她来医院看病，你有意见吗？淑月，她是首富，胳膊你磨个大腿，要不还是算了啊？不行，我是来你医院看病的，我就是客户。就算她许清河是你的老婆，你也不能够以公谋私，把这个名额让给她，抢走了我妈的名额。我抢你妈的名额？林书月，这个手术项目是我宇盛集团每年筹资10几亿才换来的，
先不说我有没有抢你，就算我抢了又怎么样？更何况，这个名额是清河大等才免费对外开放的。好啊，你承认你以公谋私、滥用职权了。就算这个项目是你投资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。你可是首富，拿点钱做投资、做慈善，你就应该的。我应该的。他娶清河，不过就是发病了一次而已，根本就不会危及性命。可是我妈她已经病危了，你要是真的做慈善，就应该把这个名额让给我妈。如果还想救你妈的命，就给我闭嘴，老老实实排队等第2批。清河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林书月又来纠缠你了。知雨，我想放弃名额。放弃？你生病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痊愈的机会，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你放心，这跟林书月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你的名额。我知道，是我这病很多年没复发了，这次也是意外嘛，反正可以等下一批呀，不如先让给有需要的人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到时候我会亲自打电话给工作人员的。刚才有消息告诉我，有人主动放弃名额，正好你母亲可以替补上。真的吗？但名额都是实名控制的，得陈总亲自签字确认才行。我已经让我的助理去找陈总，只要拿到名额确认单，就立刻安排手术，不会耽误你母亲治疗的。好，我得赶紧告诉我姐，这样她就不用买名额了。怎么不接电话？不管了，我去找他们。陈志宇，陈志宇，你出来呀！陈总，这是新的名额确认单，请您签字。你是说有新的手术名额了吗？刚才夫人把名额让出来了。陈志宇，我求你了，你能把这个名额让给我妈吗？清河把这个名额让出来是给有需要的人，如果这个名额正好轮到你，我不会阻拦。但如果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破例给你。陈志宇，求你了，我妈她真的很需要这个名额，她已经等不到第2批了。你妈等不了，别人就能等吗？那我花钱买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再说一次，你要么就老老实实排队，要么我就取消你的排队资格。你干什么？不能把钱浪费在这半截子入土的老太婆身上。哎，书月，这个千万不能拿去签字啊！一旦做手术了，这名额就彻底没了。林书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陈志宇，我真的求求你了，你行行善，上辈子你也教了我妈10年妈呀，你忍心看着她就这么没命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谁得到了这个名额，我和清河把这个名额让出去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就算撕了一个，我还可以再打一份。耍赖是没有意义的。不行，你这就是在针对我们。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上辈子我妈对你不好，所以你才不肯救她的？必须和他离婚！我生病才花了100来万，就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。我生养你是为了让你嫁给有钱人的。妈，毕竟我和他也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看来书月还是偏向我的。况且我也没钱给你交医药费了。要是你心里面不舒服，也必须得忍着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我不需要你来看我，赶紧去帮我换个 VIP 房间。还有，我可不吃这么便宜的补品。
舒月，你妈她……诗雨，我妈她就是刚醒过来，接受不了我们这么快就结婚了。要不你先去帮我妈把医药费给交了，我来跟我妈说。行。我再给你介绍几个家里开公司的，都比这个穷小子好。好，等你好了，立马就跟他离婚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把这个名额玻璃让给你。我可以替我妈向你道歉，我妈她那也只是为了我好。陈志远，虽然说你上辈子确实又穷，等我妈好了，我可以带着她亲自过来向你道歉的。我对过去毫不在意，你的道歉也一文不值。好，那我就把事情闹大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以公谋私，滥用职权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闹，这里是我旗下的医院，你看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？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我不走，他要害死我吗？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。以上集团的陈之宇，他滥用职权，以公谋私，操纵手术名额，威胁受害者，他就是个黑心的企业家。这里是医院，可以去法院告我，去媒体揭发我，但是你不能让治疗的病人休息不了。姐，妈拿到名额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在刚刚。医生说有人放弃了，正好轮到咱妈。请问患者的名字是？邓依云。这今天要签的手术单就是邓依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手术单怎么被撕碎了？你不是我姐那个窝囊废前男友吗？是不是你为了威胁我姐跟你复合，才故意撕碎的？一家子蠢货！你再怎么胡搅蛮缠，我姐也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。姐，我在替你说话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自己不是最看不上这废物吗？滚！你给我滚！陈总，我妹妹她还小，她不懂事，你千万不要跟她计较。陈总，你能不能够不计前嫌，重新再签一次？棍子打在自己身上，才知道疼。这位女士，作为直系亲属，您亲手撕碎了手术单，就等于放弃名额。我那也是不知情的。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，除非陈总开口帮你保住名额。陈志远，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让赵雪也跪下，你想想好不好？不可能！你的下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还有，是你自己亲自取消这个名额。抱歉，清河，我处理了这么久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他非要为难你。这个林书月真是不长记性。知云，今天就给我搬出院吧。你不多住几天吗？报告都说没事，早点回去嘛，省得你再往医院跑了。好不好嘛？好。是我害了我妈，要是我没有撕碎手术单，妈妈就可以做手术了。不怪你，都是陈之瑜的错。他明明可以网开一面，却非要装大公无私的样子，连个名额都不给。是啊，我不过就是在宴会厅上面顶撞了他一下而已，岂能这么小肚鸡肠？说不定他是知道妈的名字，故意不留给你的。
不过阿勋，我刚刚让你陪我下跪求情，你怎么不跪啊？难道你不想让妈做手术？我一直在医院帮忙，怎么可能不关心妈呢？男人嘛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么能随便跪呢？是我想多了。不过，阿勋，你能不能先帮我找找舒雨啊？好。要不我让张院长再给你看看？我可不会拿自己身体开玩笑的。陈之宇，我姐竟然没教训你！让开！我偏就不让，撕了我妈的手术单还想走？你怎么还想打我？来呀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窝囊废，你敢不敢？之宇，她是谁啊？她是林书月的亲妹妹，林书雨。怪不得这嘴脸，倒像是一家人。你说什么？这次我就放了你，去把妈的医药费结了，听到没有？要不是我妈生病住院了，我算是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对之宇的。一家的吸血鬼，吃着用着之宇的，还不知道感恩。陈之宇以前就是我姐的舔狗，想追我姐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拿出点诚意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是说，当年你断崖式分手，就是这个狐狸精把你勾走了？你们一家子还真是没完没了了，大的恶心，小的也恶心。什么意思？你和我姐闹？好啊，原来你还真是个小三儿，祸害我姐的感情。我再说一遍，给我开！陈之宇，你以前为了追我姐，就差没给我当仆人了，现在竟然敢对我上手了？那是之宇好心，但不代表他欠你们的。陈之宇，这个贱人都敢威胁我，信不信我告诉我姐，以后你再想和他复合就难了。你尽管可以去告诉他，看看他有没有胆子来找我。星河，我们走。哎，我是让你们走了吗？想让我不告诉我姐也行，除非你答应我3个条件：第一，把我妈医院账户欠的50万给结清；第二，单独给我转100万买衣服；第三，给我狠狠教训这个贱人。陈之宇，连这个贱人都敢打我！好啊，我今天就把事情闹大，谁也别想善了。来人啊，抓小三了！抓小三了！这女人就是小三，破坏我姐的感情，现在还敢上门示威打人了！看，这就是她打的。没想到你那么恶毒，跟你姐姐一样的路数。是你们自己不要脸，被我抓住了把柄。我和之宇混迹商场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哼，就你那点小伎俩，还是留着过家家吧。我姐的生意比你们大多了，在我面前炫耀这个，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还有你个不要脸的小三，非得上门装腔作调的学做正事啊！刚刚清河那一巴掌，还是扇得太仁慈。我姐可是雪月控股的老板，比你们有钱有势多了。信不信等我姐来，你们就死定了？姐，你怎么才来？舒雨，谁欺负你了？姐给你输气啊！就是他们。姐，你得好好教训他们，最好把他们抓起来，让我打个够。陈总，你妹妹不仅公然在医院拦着我们去路，还造谣我是小三，你是否能给我一个解释？夫人，我妹妹她还小啊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她计较。我发现我是不是好脸色给的太多了，让你以为我好欺负？是不是觉得只要做错事道个歉就可以了？陈总，你说的是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她。舒雨，你还不快点给陈总和夫人道歉啊！别让我说第二次，不然从今天开始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了。对不起。等着宇盛集团的律师函吧。陈总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陈总，姐，你疯了！明明打人的是他们，凭什么道歉的是我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就是你以前的舔狗，一个窝囊废而已吗？他现在可是江城首富。什么？陈之宇怎么可能是江城首富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刚刚要不是我拦着，你现在能不能好好的站在这里都不好说。姐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。我跟他本来就有些摩擦，你再这么一闹，我更不好处理了。
舒雨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阿徐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刚刚舒雨和陈之宇又闹了一些矛盾，现在我更难找他要我妈的手术名额了。是吗？本来妈就有救了。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妈。行了，今天就算没有你和陈之宇的这些事，他出于报复，也不会那么容易松口给我这个名额。姐，宇盛集团要是告我，我肯定会坐牢的。姐夫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妈救不了，你总不可能不救我吧？喂，林小姐，手术有新的名额了。李医生太好了，我正在愁这个手术名额呢。那刚好，第一批有个病人恶化了，决定放弃手术，愿意让出名额。只是，李医生，您尽管说，不管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满足你的，只要求给我妈做手术就行。只是病人家属开价有点高啊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。李医生，他们开价多少？1000万，这个病只有这个手术能救，大把的人排着队等顶替呢。你要是需要，就尽快吧。1000万，可是我现在还欠着陈志宇近亿的债务呢，可惜我的流动资金没有那么多。阿雪，你现在手上还有钱吗？我哪有钱啊？我每个月可能给你大几十万呢，你怎么会没有钱呢？我投资都投进去了。公司不是还有点钱吗？要不先掏出来啊？公司里的钱都是股东的，我是可以把钱拿出来给我妈治病，但后面哪来的钱填这么大的窟窿啊？别急啊，我这有个海外的星芒项目。星芒项目？星芒项目？知宇，阿寻他都跟我说了，这个星芒项目前景很好的，我们的积蓄都是你在打理的，我们一起投进去好不好？谁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风险？你忘了自己的公司就是因为投资破产。我和阿寻都已经没什么了，你为什么还是对他有意见？答应我把这钱都投进去，我的公司肯定就能东山再起的。不行，这是你妈看病的钱，不能动。我很快就会赚回来了。再说了，就这点钱，根本就不够我妈看完疗程。可是没有这些钱，你妈连手术都做不了。你要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吗？你就是见不得我成功。哼！我猜的没错，后来项目大获成功，要不是陈志宇拦着我早就靠着他赚得盆满钵满，公司更不会破产。陈志宇，是你毁了我的上一世。我答应你，我投资星芒项目。舒月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可是刚才不是说投资没有钱了吗？没钱，这项目再好也没用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借，我豁出去面子借，总能借得到几百万的。几百万也不够啊！哎，你公司不是还有点钱吗？公司的钱我已经准备给我妈治病用了呀，再多了也没有了。要不然你用你妈的医药费投进去，反正这个项目呀，收益高，回报快，等结束啊，就能轻松赚取妈的医药费。可是，是啊，姐，别犹豫了，你要是不赚大钱怎么帮我？而且妈只是住院，又不是病入膏肓，等回款之后就行了。舒雨说的对，想想这几天咱们受了神之玉多少窝囊气，投资多，回报快，等收尾结束了，咱们的身价就能压他一头了。好，我把医药费拿出来投资。陈之宇，这一世就算你是江城首富，我也能靠自己的实力活得比你更成功。星河，你才刚出院，就急着工作？是我住院前订的那个海外项目，还没订完呢，总不能半途而废吧？星芒项目，
怎么了？难道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？啊，这个项目确实有问题，你让羽盛集团退出吧。可是我调查过，背景和经营流程都很正规，它利润又高，我们现在退出会不会太可惜了？千鹤，你信我吗？上一世火灾前，我意外得知新芒项目是一场做空资产的骗局。算了，都决定要离婚了，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就算我告诉他，他也只会觉得我是因为嫉妒他的白月光撒的谎。上一世直到死，林书月都不知道新芒项目的投资结果，一直后悔没有靠投资大赚一笔，也不知道这一世他还会不会把这个骗局当成自己的救命稻草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既然你说有问题，那肯定是有我忽略的地方。幸好这一世有清河这样的妻子，无条件的信任我。通知下去，取消所有新芒的项目。喂？什么？羽盛集团要退出新芒项目了？难道陈志宇发现项目的问题了？阿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一个朋友。那个舒月，要不然我们找个机会去见见陈志宇，让他也加入新芒项目。姐夫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免费给那个陈志宇呢？当然是他钱最多啊，必须把他骗进来。哼，哎呀，就是项目好才要找他谈谈，说不定有了他的加入，他就能原谅我们的。可我自己投资，身价迟早能超过他，用不着他原谅。陈之宇是江城首富，有了他的加入，整个融资才能扩大，否则咱们的收益将大打折扣。那好吧，还是阿星显得周到。陈总，寻月控股的林总和郑总想见你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陈总，我们是来谈合作的。谈合作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？阿寻，不用怕，我们可是来给他们送机会的。给我们机会，口气倒不小。那说来听听。我这次来就是邀请你们参加新芒项目。如果是新芒项目，我没有必要讲下去，因为我们已经退出了。陈之宇，你还真是蠢呢！你忘了上一世新芒项目到底有多么成功吗？我也是看在过往的情分，所以才会来提醒，希望你这一世可以抓住机会。你要是识趣的话，就该把羽盛集团的所有资金全部都投进去。我要是不投，你要是把钱投进去，你的资产可以翻10倍不止呢。行了，我不感兴趣。陈总，您再考虑考虑。我们为了给您赔罪，特意拿了最好的项目。你骗不骗林书月这种蠢人就行，骗我不可能。陈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阿玄，不用跟他解释，他只不过是现在压我一头而已。等到新芒项目结束，谁是首富还说不准呢。这就不用你的操心了。小刘，带他们出去。是。哎，陈总，我知道您说的都是气话，这是项目邀请函，您考虑考虑，考虑好再参加。这么好的项目，到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抢着和我合作，有没有你的位置可就说不准了。你要是不参加呀，江城所有的企业都会封杀你。
我告诉你，你别后悔。两位，行。一个有问题的项目，他还这么自信，敢上门来和我们示威。他的自信来源于他足够蠢。不过，这郑巡还真是有意呢。我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，他为了惹我下套，还留了这么一手。那我们去不去？有戏份吗？当然去。舒月，你怎么脾气这么大？陈志宇是江城首富，他加入我们项目对我们有利啊，你就不能放下姿态说两句好话吗？那我都话说那么明白了，他又蠢又倔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反正我也不想让他占这个便宜，他不参加正好。你忘记来时我跟你说的吗？你还想不想救妈和舒雨呢？我当然想啊，但想扩大资金盘，又不是只能靠他陈志宇。我们结合江城所有的企业，我就不信比不过他一个人。你就不怕万一参会的人太多了，发现项目的问题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就我们这个项目，它是稳赚不赔的，除非这个项目有问题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怀疑我？星芒的资料你也看过了，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哎呀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我当然知道你和项目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弄完这个项目也不容易，你随口一说，我以后还怎么对你毫无保留啊？对不起啊，雪，我以后再也不说这种话了。他陈志宇不是不参加吗？那我就要给江城所有的企业都发邀请函，到时候他就能亲眼见证我的风采。首富又如何？还不是只能给我镶边？你蠢货还真敢想！不行，陈志宇死活不参加，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。我得先把转移项目签了。你这又有什么蠢事？陈志宇，你还真敢来啊！我还以为你会害怕看到我成功的样子。是吗？那我更应该来看一看。幸亏我姐当初没和你在一起，还得是我姐姐，一出手就是这么大的项目。他怎么配合阿群呢？不过就是一个仗着身份欺人的小人罢了。等会议结束，他的首富命也就到头了。林小姐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早了，我看是你的发财梦快破灭了才对。你，陈总，我这个人向来大度，如果会议开始之前你改变主意，还可以来找我加入新武校。你还是这么执着于要我的钱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阿许好心帮你，你竟然污蔑他是骗子！就是，姐夫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可惜有的人啊，配不上你的用心良苦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看看这周围有没有人啊。其他人肯定都是提前到场了，所以在会议室里面等着呢。那你可以去会议室里看一看。好啊，既然你不死心，那我就亲自让你看看我林书月在江城的影响力。哼！怎么没人啊？陈总，你会参加最近那个星芒项目吗？我已经退出了。既然陈总不参加，那我萧家也不会参加的，其余企业也都一样。这个项目一看就有问题，还请陈总之后有好的项目带着我们一起玩啊！林书月，你以为我是一家独大，但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，靠的可不是谁赚的钱最多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在从中做了什么手脚？林小姐，你又来这套了，撒泼、污蔑、造谣，除了这些还会什么呀？我要是动手脚了，你今天连场地都不知道在哪。舒月，你是不是忘了发邀请函了？我都发了呀，他们都已经显示已读了。那怎么没人来？要不然给肖总他们打个电话问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。不用打了，他们不会来。不用打了，他们不会来。是不是你威胁他们不来参会的？陈志宇，你怎么这么卑鄙啊？你就是怕我姐超过你，过得比你好。威胁？志宇要是想对付你们，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？好啊，你们果然是想要对付陈志宇。我说你怎么不参加？原来一开始就打着搅和我项目的主意呢。你就是害怕看到我成功，对吧？
气度狭隘，你还算不算男人？你这个项目已经够混了，还需要我来搅吗？陈之玉，我好心待你，到现在还给你留了一个名额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就算你威胁其他人不来参加会议，我依旧可以用星芒项目吸引其他的合作商。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项目是个骗局。林书月，是你太蠢了，把所有的钱往这里面砸。就算其他人不清楚，你陈之宇难道不清楚星芒项目在未来有多么的成功吗？你从前就阻止我投资，毁了我的人生，你现在又想毁了我吗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这个项目自始至终就是诈骗。林书月，你投可以，但你不要祸害任何人。你就是嫉妒我，你害怕看到我成功，你害怕我取代了你的位置，你害怕我衬托你像一个废物一样，戳穿你那针眼大小的自尊心。我到底是不是嫉妒？振勋，你说呢？书月，你信我还是信他？阿寻，我当然是相信你了。陈之玉，一定是你到处散播谣言，所以才没人来。你们是把江城人当作傻子吗？这里怕是除了2位林小姐之外，找不出第3个相信谣言的人了。你们要是大方承认，我倒还能高看你们一眼。就是陈之宇，你一个大男人就不能公平竞争吗？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林书月，你不如看看你账户里所有的钱是不是被郑寻都套走了。陈之玉，给点过分了，破坏我的项目就算，还离间我和书月。书月，你可千万别找他的道。看看而已，你急什么急？对啊，阿寻，我要是不看，反倒是让他得意了呢。要是我的账户里面有钱的话，你就要亲自下来给阿寻道歉。可以。怎么没钱了？姐，你账户怎么1分钱没有？不会真被姐夫套走了吧？我记得今天是第1批项目资金回笼的日子，怎么回事啊？书月，这笔资金存的不是定期的，要晚一会儿到账。别因为陈之瑜的几句话就怀疑我啊！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，别被他骗了。对，是我一时太心急了，一不小心就被他给带偏了。陈之宇，我知道你不就是想看我有没有挣到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别想，就算是阿寻替你求情，我也不可能同意你加入星芒项目。真是蠢得无可救药啊！林小姐，你真的很爱你老公呀？不知道你老公是否也一样呢？我和阿寻的感情还轮不到你们来评头论足。陈之宇，我告诉你，等我拿到钱，我第一时间就会公布。如果你现在主动拿宇盛集团的股份来跟我交换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分你一点油水。林总，不好啊！公司账户的钱已经转到海外不知名账户，寻月控股只能宣布破产了。破产？怎么可能？不是都好好的吗？郑勋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他们只是罪有应得。姐夫，星芒项目不是稳赚不赔吗？你要是缺钱，可以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，你再找我解药啊。对啊，阿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你可以跟我说的。你个蠢货！没骗到陈之宇，连江城那些人也没说服，就赚到你那点磕碜钱。姐夫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那可是我妈的医药费和买名额的钱，你要是套走了，我妈怎么办？对啊，阿勋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就这么对我呢？滚开！就骗了你那点破钱。不用追了。陈之宇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没有想要帮你，我只是自始至终都没想过要放过他。姐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要找我们麻烦？陈之宇，你既然早知道这是一场诈骗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要不要调调监控看看，看看之宇有没有说？那都是你们没有提前和我说清楚。你们要是早点说明，我至于把我妈的医药费给赔进去吗？对，你们就是陷害我们，所以必须赔偿我们，起码把我妈医药费给赔了。你们还是等你们的资金吧，毕竟我一个小小的首富，还要仰仗你们的油水。陈之宇，你到现在了，你还耍什么脾气呢？我妈可还在医院里面给躺着呢，就这点医疗费，
对于你来说不是点零花钱而已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？林小姐，你不用凑钱买名额了。医生，你再帮我拖一会儿，我一定会把钱凑齐的。来不及了，你的母亲今天下午病情恶化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但是还是没能。姐，妈真的，妈走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挪用医药费来投资，妈怎么可能会出事啊？姐，这不怪你，是郑雪骗了你。不过，你那挪用资金的公款，不是偷偷挪出来的吗？要是股东知道了，对，我得把这个窟窿给填上，你们不准走！你还想做什么？陈总，能借我点钱吗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找我借钱，你不会真觉得我好欺负吧？但你是首富，你肯定能借我的。够了，我不会借你钱的。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？舒月，嫁给我吧。我们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我的老婆也只能是你。如果当初我选择和志宇好好在一起就好了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。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妈走了，我们都得坐牢了。要不你去求求陈志远，你跟他好歹在一起过，他说不定会帮你呢。对，我得去求求志宇，他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。是，他肯定是还爱我的，他肯定是爱我的。谁允许你碰我的？诗雨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诗雨，我知道你肯定还是爱我的，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我证明我错了，你肯定还在等我回头的，对不对？我答应你了，可以选择放弃事业，依赖你了。林小姐，知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她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瓜葛。你闭嘴！我和志宇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志宇，你曾经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转身就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呢？离婚！我立马和你去领证，我让你离婚呀！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滚！我都已经打算和你好好过日子了，我都已经这么求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你决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说第二次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。陈志宇，你怎么可以不爱我了？以前我做错的事情，你都会原谅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次就不可以了？姐，怎么样？陈志宇愿意帮我们吗？都是你们教唆我，才让我跟志宇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和他离婚的。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明明是你自己看不上他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呀。知宇，很早就想问你了，真的有上一世吗？感觉就好像做了一个梦，一觉醒来，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。如果上一世是我先遇到你就好了。人们都说现实和梦境是相反的，可能是为了这一世我们相爱，才让我做了一个前世的梦。